皇后听旨，咱命你立刻睁开眼睛跟咱说话。年纪轻轻的马皇后51岁就骤然离世，玉儿强忍着悲痛，遵诏遗命，将所有太医送出京城逃命。二虎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快步冲进御书房，向朱元璋传达这一噩耗。皇上，娘娘病跌了。朱元璋听后，直接僵在原地许久，无法回神。白天他还和妹子约定好一同踏遍大明山河，没想到当晚两人就迎来了天人永隔。等朱元璋脚步虚浮地走向乾清宫时，殿内已是哭声一片。看着马皇后面容安详，静静躺在床上，朱元璋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这个现实。他当即挥手将殿内所有哭丧的人全部赶出去，随后缓步走到马皇后的床榻跟前，对着她喃喃自语：咱知道是咱不好，有些日子没瞅你了，还生气呢。哎呦，那次是咱不对。朱元璋不停向马皇后诉说着歉意，都怪他往日太过固执，不肯听从妹子的谏言。从今往后，马皇后可以随意过问朝政，自己绝对不会再说半句反对的话。他只盼着马皇后能重新睁开眼原谅自己，只可惜这些近在耳边的话语，马皇后却永远听不到。见自己的妹子迟迟不肯给出任何回应，朱元璋整个人好似失了心智一般，对着马皇后直接下达了一道圣旨。皇后听旨，咱命你立刻睁开眼睛跟咱说话。任凭朱元璋如何催促，床榻上的人始终没有半点动静。乾清宫里一片寂静，马皇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直到这时，朱元璋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从寝宫深处传出，这位不可一世的洪武皇帝终究失去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挚爱。太子朱标闻声本想上前安慰父皇，没想到刚站起身就两眼一黑，直挺挺栽倒在地，失去了意识。经过御医的无为而治，朱标总算有惊无险的醒转过来，怎料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玉儿又给他带来了一个噩耗。皇上因为接受不了马皇后离世的事实，已然失了神智。他手持利剑守在马皇后的床榻前，不准任何人靠近半步。几个宫女只是想上前帮马皇后更衣整理仪容，就被盛怒的皇上直接弹倒在地，命悬一线。得知情况后，朱标不敢有丝毫耽搁，他顾不得自己尚未痊愈的虚弱身体，一路飞奔，再次赶回乾清宫。而映入眼帘的正是父亲高举天子剑的疯狂模样。滚出去！滚！谁要碰咱妹子，咱砍了你！滚！俺妹子只是睡着了，刚什么意啊！看着父皇这副疯狂模样，朱标险些当场崩溃。为了唤醒父亲残存的理智，他只能跪倒在地，不停呼唤。可失了神智的朱元璋丝毫没有停下手中动作的意思，甚至就连自己的亲儿子靠近他也打算先挥剑再说。好在关键时刻，骨子里的血脉亲情终于苏醒。就在朱元璋揪着儿子的衣领准备手起刀落时，他终于看清了来人的模样。彪儿啊，是彪儿啊！朱元璋清醒过来后，赶忙将手中的天子剑扔到一旁。他伸手扶起儿子，紧紧攥住他的手腕，拉着他一步步走到马皇后的床榻跟前，满脸悲痛地诉说着自己最不愿接受的事实。你要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怎么能死？一股无以言表的巨大悲痛瞬间席卷朱元璋全身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四处漂泊的他，比任何人都珍惜着来之不易的人间温情。马皇后的离去，无疑让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。这偌大的世间，从此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真心待他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急火攻心，眼前一黑，直接重重晕倒在地。马皇后出殡当天，南京城内白衣素稿，朱元璋严格遵照马皇后的生前遗嘱，所有丧礼规制一切从简。可是没想到，南京城的百姓们却自发涌上街头，夹道相送。灵车驶过的每一处地方，百姓全都哭声震天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给娘娘送葬啊？是官府下的令吗？皇上，官府并没有下令，百姓们是自愿前来的。马皇后几十年来始终爱民如子，无论是开国前追随朱元璋征战南北，还是开国后身居后宫母仪天下，她从未间断地资助过无数贫困家庭。今天前来送行的百姓或多或少都受过马皇后的恩惠。马皇后这一生真正做到了母仪天下，福泽四方。妹子，你瞧瞧，有很多人在给你送行呢。马皇后的离去也昭示着朱元璋失去了唯一软肋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再也没有那个重情重义的朱重八，只剩下皇权至上、冷酷无情的洪武皇帝。果不其然，等安排好马皇后所有丧葬事宜后，朱元璋立刻将玉儿传到跟前，和他算起了私放太医的这笔账。